续收听收看《早安中国》，好像镜头给错了，要不让我方伟先说。高杰继续说，没事，高杰继续。好，那我们是快乐开始啊！只要方伟一来，我们就每天笑料不断，所以大家非常思念方伟。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是想谈一谈93阅兵，结果呢，方伟就进来了一个大消息，我带了个祸事来，带了个祸事，对不起大家。那是你认为的祸事，网上认为这是消费者的胜利，好吗？而且全世界各国都很高兴，都在说，对。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消息呢？一会儿咱们再卖这个关子啊，一会儿再告诉大家。川普又输了一个官司。那接着呢，今天我们一定要去谈一谈这个关税嘛。那今天8月29号正好是那个800块钱以下呀，在美国入关不用这个小包裹的这个税的问题啊。以前是零关税，现在呢，到现在为止，这个政策成为历史的一刻了哈。那从现在开始呢，最少是10%到15%，甚至更高。那么开始收费了，也是从今天开始执行。那么这个到底会对谁带来利和弊，我们也会一起去讲一讲。那马上了，就8月29了嘛。那93阅兵，咱们一定说一说，因为现在呢，中共这边公布了26个国家，对吧？然后呢，非常罕见的金正恩居然也出席了。现在有很多的消息呢，就在说，可能是个意外啊，那我们也去看一看。包括路透社呢，不断的问中国的外交部，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欧洲的领导人、西方的领导人一个都没有啊？你猜外交部是咋回答的呢？那今天呢，人家这边阅兵，老百姓在下边闹事儿，在重庆啊，而且是大学附近呢，居然持续了50多分钟，那种巨幅的投影啊，全部是反共标语啊，这50多分钟又在大学，你可想而知，这在给谁上眼药呢？那么这个投影的人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一会儿要给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我还有辣不辣？咱们还有什么要说的都说到了是吧？对，基本上说完了。OK，但是呢都没有说答案。节目到此为止，没有结束了。所以方伟现在得跟大家讲了，因为这件事情呢，方伟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了我们直播间。没有了，没有了。你就说我站位对不对？我得编摆一下，没站位啊。但是这件事情确实是45分钟之前发生的，对，没办法，就插在我们所有的话题之前了。刚才高杰说的是这个那个。都顶不上这个，就一定得先讲这个。什么情况呢？其实呢，就是在这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判一个叫做在判一个叫做什么上诉案。对，这上诉案呢，原来是这个叫做几个民主党的州再加一帮叫做什么来着？就是进口商，那么把川普政府告上叫做国际贸易法院，对吧？国际贸易法院3个法官啊，在纽约，就是说川普不能搞这个万国关税，这个有人说把它叫基准关税，我老喜欢说万国关税，我希望我可以影响全世界的人都同意我叫万国关税，我觉得万国关税多有意思啊，又全面，对不对？又好听又好玩，对不对？就像以前万国博览会一样哈，请大家帮我传播哈，万国关税，川普万国关税被告上叫做国际贸易法庭，这是个美国的法庭嘛，结果人家3个法官判下来说不合法，对，川普不合法。对，因为川普为什么他凭什么来这寄出叫做基准关税或者万国关税呢？因为川普说，这个美国啊有一个这个1977年通过的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就如果美国出现经济上的紧急状况的时候呢，总统可以施加关税。那结果呢，人家就说现在不紧急。对，不紧急啊，因为川普说长期的贸易赤字啊，每年这个叫做吃掉1万多个亿，再加上芬太尼纷纷把这个毒品弄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还不够紧急吗？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就援引1977年的这个法律，我就可以来这个定各国的关税。结果呢，那个原告就说，首先关税在宪法里写的是由国会定的，不是由你总统定的。其次呢，这个法律呢，你说是紧急状况，可是贸易赤字是长年累月的事情啊。它也不紧急啊，至于说芬太尼也是涉及单个国家的，也是长年累月死人的事。对，所以他就不同意嘛。这个不同意就来了个0-3啊，在这个法院输0-3，结果就是告到这个上诉法院。你知道，在大概2个星期前，川普就专门写了一个推文，他说这件事情要在那边听证了，你千万看好，你不要乱判哈。你要是判错的话，美国会陷入1929年经济危机的那个状况，我们收了这么多关税是没法退的，全球经济秩序会大乱的。对，他当时就是川普很担心这件事情发生，或者是他已经预见到很有可能出现目前的这个情况，事先的已经开始去写出来这个后果。好吧，那这个我的感觉不一定一样，但没关系啦。现在已经这叫做这牌已经翻开了嘛。结果呢，在45分钟之前，这个叫做上诉巡回法院是11个人哦。全部就听，这全部是11个人全去听这个案子，全去上去了，7-4，
7-4判下来说，哎，我们同意这个叫做什么来着？低级法院的判决哈。国际贸易法院。对你没有这个根据，你不能这么援引越权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越权，你没这个权利，是国会的权利。对，但是他并没有说立刻就把你废掉。他说我给你45天时间，然后到10月中旬你可以去上诉，你找最高法院去，最高法院就最后一关了。对，所以川普他的白宫马上就说我们立刻就要去上诉。那确实没有错，这就是最后一关哈。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哈。说白了就是说一句白话叫做上诉法院废掉了川普的万国关税，所以跟这英国谈下来的，跟这个越南谈下来的，跟欧盟谈下来的巨大的那个关税协议哈，日本、韩国全部作废，等于是全部作废。哇，这可是 big deal 啊！是，我觉得全世界各国当然都心里暗喜呢，然后心里想说这是哪一出？你这美国在干嘛？那所有这个叫做什么要出口产品到美国的商家都会说，未来又怎么样？又不确定，对不对？没错。做生意的人最怕不确定。没错。我这钱投还是不投啊？我这产品生产还是不生产呢？我这船是出去还是不出去啊？全是面临这个东西哈。所以这就是现在的一个大雷大地震啊。肯定呢，他现在已经在走最高法院了嘛。对。那最后就最高法院释法。那么最高法院到底是怎么样的？这又令大家呢特别关注。但是从川普从上台以来，基本上有多个案例呢都已经推翻了，像5几年呐、7几年呐，一直的这样一些法律。所以最高法院到底现在能不能把这个法律没规定的每一个咬文嚼字，你必须要把它解释清楚。那现在的确呀，你要从现在看起来的话，关税税法的这个是国会授权你才能去收税。你川普总统你怎么去做？你无非就是这个关税属不属于经济紧急状态？那你这个东西要打上去的话，我也挺担心的，最高法院怎么判？这个东西在前2天我们看到 Bessent 啊，这个财长就在说，哇，他说我低估了这个关税的作用。他说我原来预计呢到年底有3000个亿，现在呢他说5000个亿，而且呢可能打不住。还打不住，而且到了2030年的话，可能有3兆美元。然后我看到那个数据分析呢，就在讲到，他说现在那个大而美法案呢，这个一通过之后，一算来算去，就说你会带来将近4兆的这样的一个财政的赤字。但是你这一算呢，川普这些夯不啷当的都关税，光这关税，他到了这个2030年之后呢，基本上就把它所谓的大而美法案所带来的赤字部分已经填上了，光是关税这部分还不算是那些企业进来投资有没有把蛋糕这个做大这部分。所以呢，如果这件事情给他废了关税的话，川普还玩什么呀？他怎么玩啊？他现在你说，包括现在他去跟印度去弄这个50%的关税，所以这个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怎么判，我都觉得令人担忧哎。川普的这个手枪步枪全部都失效，对不对？他打巴西、打南非、打印度，而且最可乐的就是他已经都取得了这么大的进展了，所以我就在想。过去这个王沪宁他们研究就说美国打败美国，对，真就这么来了，确实是这样啊，哎呦，确实是，所以说还是很聪明啊，就是这共产党对美国研究的相当透的，不过这个到最后什么结果啊，由不得我们去特别的担心啊，我是知道我有朋友在做这个生意。也是向美国出口的，他们的原来的厂在广东，然后说是搬到东南亚去，结果搬去好不容易刚搬过去，正准备继续出口的时候呢，结果被关税来了，这个万国关税来了，那边也得收税，也其实算一算也差不多少，因为你在中国还有这个补贴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政府还有一些补贴，到那儿你补贴也没了，因为它原来是145搬去的，对不对？对，转身变成50，怎么办？然后现在就是是不是要搬回去呢？这搬回去也恐怕也非常困难，因为你机器啊，你人呢，你从别的国家再搬回去，我们这别的朋友我看都在笑他，说你这来回搬，你这就不要做，你就搞一个船在海上做，然后说这个关税哪儿扔了，你就把船开到哪儿去，开到它的这个海域当中去，先花160亿美元买一个航空母舰，可以装它的工厂是吧？做一个好主意啊！不用160亿不需要。
其实用不了那么多钱，就搞一个大船，在海上面做，哪个国家大游轮，一个废游轮对，把俄罗斯手里的那个影子游轮这个最破的船买几条来，对呀，把你的厂房装上去。你就算花钱去买那个去韩国重新造一个，也没多少钱。我们要不做完这个节目，马上我们做这个生意去吧，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个关税永远不会散。然后我看群组里面说，哎，你是就是说可能会马上有人建议他，你现在是往回开吧，你不用出去了，你往回开就好了。有道理，很有创意哈。这个挺逗的。对，不过我说说我的看法哈，我觉得呢，其实当初建立美国宪法的时候哈，就是关税由国会来定，这个想法并没有错，因为是国之大事嘛，对不对？总统是一个，我一直说总统是一个经理人，国会是老板，国会是董事会哈，说了算的应该是国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美国建国先父他没有想到来了这么一个人，就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川普，这个人就是一个多面手、全面手，而且经济极其强，也极其灵活。那么川普意思就是说，你让我来弄就行了。我能把自己一个家族企业搞到几十亿美元，我也可以把美国搞得很繁荣哈。所以呢，就离开了我觉得当初国会的设计。国会的设计就是说，确实美国要动作慢，什么事情国会慢慢通过。那现在这样做的话，真的就把川普的手脚捆住了。对。那么我认为哈，公平的说，上诉法院废掉他的这个万国关税，他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他是有道理的。如果最高法院的法官他忠于法律的原文，不去想得失的话呢，他们会判出一样的东西来。现在川普就是又威胁他，就是 stake， 就是叫做什么？这里头的叫做得失太大。你会把我们美国经济要整出一个大乱子来，所以你就朝我这边投票。你知道，就是这么个考验。我是没错，但是这里边呢也很有意思哈。咱们设想一下，假如川普将来这个换政权了，民主党上来，他会把万国关税、对等关税给废掉吗？不会的嘛，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吃到嘴里的时候，他不会吐出去嘛。对。所以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反正虽然你做什么，我都要去批评你、制约你、骂你，但是呢，这件事情做的呢，政治方面反倒是。大家可能乐见其成了，反正川普一个人得罪人去嘛。现在呢，变成你怎么解释法律条文了？那方伟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没有这种可能的？国会赶快紧急授权吧。对，这就是如果今天张天亮教授在这儿的话，我就一定跟他会吵起来。因为在大选那一天，我就跟他已经吵起来了。那天吵的是什么东西呢？吵的是选举法。因为知道这个选举啊，现在选举是各州来做，对不对？我就这么说吧，哪个州吧，他去做票，你其实是没办法的，因为州权力在他手里。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权利收到国会那里来，收到国会那里来叫国会通过新的选举法，对不对？国会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选举法，就是说根据美国宪法哈，这个选举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权利从各州收回来的。但是呢，你这样中院可以通过，对不对？你其实是多数嘛，参院你以为可以通过吗？不行，你被 filibuster 挡住。filibuster 要求有60票。他只有53票，53票你可以算出来，3票一定不同意你。对，所以你只有50票，所以呢只有简单多数，他就做不成这件事情。如果做不成的话，未来的选举还是就是说，比如说川普说邮寄选票一定要废掉，他怎么废掉？他是没法废掉的。除非他废掉 filibuster。他一旦废掉 filibuster 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就是简单多数就可以过，什么都可以过。美国政坛就会成乒乓球。那以后谁上台的话，乒乓球，美国的政策就会落大饼了，那就对，落大饼。但是呢，我觉得到了那个份儿上，就跟这个事情就是另外一个这个份儿上的一件事情。落大饼就落大饼嘛，你就说做这件事情的人他并没有书面，因为民主党也不能永远执政。过去之后，共和党拿回来再捞回来好了。就是说，如果说因为我觉得川普是一个看结果的人 ，OK， 他是一个叫做什么来着？叫做有理想的务实主义者，这是他自己说的哈。所以呢，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有可能做那个事情的，虽然谁都觉得不可能。他如果做那个事情的话，他可以在非常快的时间内，还是让他的那个 Johnson 那个强生议长把他拢齐，大家一把过这个案子，然后再用一个简单多数拿到50票加他副总统1票。把它废掉 filibuster 就过了，1个半月都可以过，不仅可以过，他把选举全部可以改掉，这就是川普手里一张就是叫做一个核武器，他没有用而已。或者说，其实这个同样这个事情啊，在就是差不多快100年了吧，1930几年的时候，就是那个小罗斯福总统的第2任的时候，他就威胁过。
对，他就要这么干。填充法院对不对？对，他当时要填充法院，他就说你最高法院你这么干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准备增加法官，增加到15个。拜登之前不也在这么想吗？他就准备这么干，最后那个最高法院最后也跟他妥协了。对，我跟你讲哈，我觉得拜登在2021年跟22年，他真的想这么干，他真的想这么干。他为什么没干呢？不是他在政治上的自律，他是因为他过不了穆钦那一关。穆钦跟 Sinema 那2个人，他就是不过，因为他当时只多1票啊，他跑2票，他怎么过啊？所以他不是不愿做，他是做不成。所以我那时候一直说啊，那时候美国的就是巨大的变化哈，就选在那1票那儿。大家都意识不到，那个就是西弗吉尼亚那个穆钦，还不是民主党人。对，那民主党人这个人，别说他真的是当时挡住了一个国家的巨大的一个倾斜。没错。后来他好像就不干了。他不干了，他心凉了嘛，他对现在的民主党失望，他是一个传统民主党人。所以呢，他现在呢，他那是2回事哈，因为他说他可以跑3票。他跑3票，他还剩50票，说服50票说大家看好哈，我们一旦做成的话，整个国家导向我们要的这个方向，那当然他们会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可能20-30年翻不过盘来哦。所以可能观众就没弄糊涂了。我们讲的是万国关税，这个跟选举权这个关系他非常有关系，非常关系。这个就是当年啊，罗斯福之所以这么做，因为他在国会、在参院全部都有这个绝对多数。所以他就拿着这个2个绝对多数，这个不管是最高法院，不管是下面的其他的这些部门啊，都没有办法跟他对抗啊。这包括为什么没做呢？没做的原因是这个，没做的原因是因为最高法院弯了腰了。对，听了他的话，最高法院想一想算了。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不可能，并不是绝对不能做的，他是可能做的。罗斯福想做。拜登想做，川普难道不想做吗？他也想做，因为我跟你说，为什么最高法院你不能太指望他呢？最高法院是不能用政治去判断的。川普今天在那喊说，不能用结果。国家的这个叫做得失这么大在这儿，你们能够逆着我判吗？可是最高法院的宣誓入职的时候，就是不能去考虑政治因素的。我就是按法律来判断的，就是一个布条把眼睛蒙上。对，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适用与不适用，你就事论事去判就完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川普在最高法院是没有赢面的，对技术层面。那现在就是众议院或者等，他有没有可能紧急授权？紧急授权有可能啊。我们现在已经从4月份到现在，各种关税，各个国家都已经低头了。大家就觉得你做不成的事，川普一步都给你做成了。而且呢，大家也看到没有引来巨大的这种波动，那就人民吧，就授权吧，就督促你的议员吧，紧急给总统授权吧。如果这件事情很快演变到那儿去的话，当然我觉得川普会等到最高法院判完，判完之后他还可以做这件事情。判完了成判例了，怎么还可能再做这件事情呢？还是回到国会这边特殊例你再立个法，对，你是可以的。但是那时候就真的会很乱，因为最高法院一旦判决的话，除非最高法院说判了也不执行，过1个半月你去立法吧，除非他这么去做否则的话就马上作废。他一判完你马上就作废，怎么办？这天下大乱。我们今天不是还要谈到这个$800以下的小包裹，对，这个关税马上就开始嘛？对，这个事情都可能被告到法院去。我跟你说，不是当他那个立法这个不是就是这个案例一过的话，这个马上就执行不下去了。对，所以基本上就是总统在关税上你做不了什么事儿。如果没有紧急状态的话，你说。咱们就说这个关税哈，你看，那你好了，这个总统不做，那么过去呢，我们都列举了诸多的这种现状，各个国家各个经济体全都给你美国设定各种各样的关税。对，这么多年了，美国这关税就这么2点几，然后呢，对美国已经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掏空了美国 small business。到这种情况之下，川普现在力挽狂澜，这句话一点都不过。然后呢，走到今天这一步，你给我拿教条去做这些东西，老百姓会干吗？你们觉得？我觉得很好奇。你说的没错，而且你就这么说，川普做了，你们说他不行，你没权利。你们有权利的时候，国会也好，你们谁去把这件事情给他彻底的正过来了呢？你们有没有失职？你们有没有渎职？你们有没有尽到你们人民授权了保护国家这些经济啊？国防安全呢？你们没有做到，总统做到了，你们又说他不合法，那请问到底怎么解决呢？这也倒是个历史的新问题哦。对你说这个话虽然合情合理，但是这个国家不是用情理来 run 的，它是用法治 run 的，就跟 gerrymandering 一样的。
对不对？哇，我掌了权，我就随便画地图，既不合情又不合理，但是就合法，那你就可以去画，就挡不住哈。所以一样的情形，就是说，尽管高杰你刚才说的是有道理哈，美国一直吃亏，但是美国确实，你把它叫做一个君子之国也好，你把它叫做一个法律之国也好，它的体制就是按法律来走的。今天最高法院再接到一个上诉，他必须就事情的本身的法律的技术细节来做一个判断。他不能说这个叫做国家的利益这方面来判断，所以那个时候他如果判下来的话，只剩一家可以改他，就是国会，所以就把这个事情逼回到国会这边去。众议院咱们假设是没问题哈，大家都看到好处了，哇，3000亿不进来，看着其实今年我觉得一年就有5000亿进来，甚至我认为都打不住，会到6000亿。那谁都会看到好处，民主党都会看到好处。没错，那个时候，川普只有一条路，就是废掉 filibuster。这就是这个事情到了那一步的话呢，那这个国家的就真的是权力的这个互相制衡，就出现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你要知道 filibuster 并不是宪法，它只是一个传统，没有什么一定要守住那个东西的啊。反正像你讲的似的，你一直跟我们在普及美国的宪法和立国之本，他们就想弄一个没有效率的政府。现在来了，就是也没有效率。你川普想要效率，皆有利弊。他这个没有效率，他的这个本意啊，他这个立国的本意是在你万一出现一个坏人的时候，你很难很快就把美国搞坏。基本上是这个含义。对呀，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二战那希特勒、纳粹、德国那效率够高的了，生产力够高的了，人家工业也很发达了，那也没关系嘛，所以没关系的啦。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你出了哪个坏人，中共也好，没关系，他自己会内部塌陷，不也是一种解释吗？你就等着别人去变化吧。对，这个和战争还是这个有所区别啊。我想啊，关于关税的问题，或者关于经济或者经济政策很多问题，它确实是以前当美国这个国家设置的时候，他们原来那一批人估计是想不到现在这个经济有这个节奏这么快。就是说任何事情啊，可能都是一个2年、3年、5年、10年才会发生一个反应啊。到今天，其实美国很多问题已经累积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程度了。对呀，就是你必须要采取措施。问题是这个措施是要怎么采取？是有人这么认为，有人不这么认为，有人觉得挺好，民主党很多人觉得挺好。对，他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比较难的这个地方。对，我们其实，在推而广之哈，川普向各个大城市派兵，一样的道理。对，他说就有紧急状况，人家说没有紧急状况，他说就有紧急状况，这就是一个现在其实就争这个东西，说白了。对不对？那我们看结果嘛，你什么事情就是你看结果嘛。然后呢，你看现在华盛顿 DC 的市长那位黑人女士出来感谢川普，对吧？她的劫车案件下降了84%，然后呢，这个旁边那个叫马里兰州的这位州长也出来感谢川普。现在连我们加州的州长都已经开始抓社会治安了，你知道吗？开始抓警察去抓这个犯罪的移民呐，犯罪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川普这么一折腾的话，谁管？你们不管，人家管了，你说你不能管，这都什么道理嘛？对，我同意了。其实川普最终说服人家是用他的胜利去说服的。你就是会抵抗，对不对？反正我是你反对党啊，你做啥我就反对你。结果你最后推到一定时候，OK，it works 啊，是那么赢过来，看起来还不坏嘛。啊，看起来就像当年就是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民主党也在那吵啊，对，吵到最后，但是等拜登上来，他没有推翻啊。揣在兜里钱也没有掏回来啊，对不对？也不掏回来。你比如像今天咱们一会儿要谈，就现在就谈这个800块钱的这个小关税的这个事情，你看那个数字是挺惊人的。2015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呢就是1.35亿左右吧，就是整个的就是进到美国的小包裹的这个总额。800块钱，它这个额度提高了，原来大概是200啊，现在直接说800块钱都不去收费了。从那以后激增了多少？已经来到了将近14亿，从1.3到14亿，这多少倍呀？那叫亿呀，那个基本单位叫亿。10倍。对呀，所以你冲击到
美国的整个的商业模式都已经改了。然后呢，你现在就是所有的你要有这种外贸的和中国这种制造商世界制造工厂有关系的。现在很多人在美国，我有个网页，我有个公司，我有个设计，甚至连设计都搬到中国大陆去，连邮寄都用小包裹直接邮到自己家里头。我在 Amazon 上面开一个网店，我也是这样去处理，反正也没有税。结果美国的邮局邮政赔得个底儿朝上。然后呢，光是去年美国呢，就光是这个小关税，正常你应该收关税的哈，它就按照最低税率计算的话，至少少收了将近60亿美元。那我就请问，那这种事情，还有呢那些老老实实的做进出口贸易的，把货呢运到美国，再去批发出去，这种 traditional 传统的这种，你做一个国家好像就应该缴关税吧？这自古以来的都是，你要被抽一把，是不是？但是呢，这些人被冲击得很厉害，因为呢，他们就在讲，我就看到今天在网上一个在美国的叫做批发商，他就从中国进来，然后再批出去，美国的别的人再从他这批发做零售，他就在讲到，他说，这种方式让中国的假冒伪劣、劣质质量的这种产品呢，大量的涌入美国，而且这里边还夹杂着毒品。这个各种的这种危害美国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部都进来了，都让我们这老实本分的做生意的人呢，真的是没法做。他们就鼓掌欢迎，你知道？而且的这个刚才就讲到了什么叫假冒伪劣的这个产品呢？你知道现在美国从那个 Team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你知道便宜到什么程度吗？那依芙论达。我今天查了，就在今天 ，Team 已经还涨了关税的情况之下，50双袜子批发10美金，不到叫9块9毛6，也不9块6毛9，2毛钱一双袜子。这还是 Labor Day 吗？马上美国的劳工节，他还做点优惠，50双袜子10块钱一双，不到5毛钱。对啊，所以我们家那个不是那些都说那些上大学的学生。大学生啊，本来是美国很穷的人，大学生啊，还是花着爸爸妈妈钱，根本就不去洗袜子、内衣啊，根本就不洗，穿完了就直接垃圾桶一丢。天哪！后来我们说，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洗呢？他说洗，你那个钱。水费、电费可能都不止，是不是？尤其最近这几年，美国的电费、水费打着滚的往上涨。对啊，它水费、电费都不止。你那个就像这刚刚你这用这个就2、3毛钱一双的袜子，你洗它，你那花的水费、电费可能不止2、3毛钱。所以他就说那没必要啊。所以美国人就那个床单呢，有的都是一次性的，用完全部就给你扔掉了，太浪费了，太浪费了。它便宜呀，你怎么不说？你说这太浪费，大家觉得太便宜了。所以呢，在过去这几年，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然后政府又花了钱了，当时那个 Team 啊等等疯狂的涌入到美国，还有那个 Shein， 你知道那个流行的那些衣服啊等等的，哇，这么便宜，大家都疯狂的去买。像我们以前是不太去网上购物的，现在全都在，就是整个的经济形态、购物的形态全部都给改变了，全部变光了。我都跟你讲，在美国啊，你去那个 Jose Bank 就是男装、西装啊，以前你差不多要1500到2000块钱买一个，就是比较穿得出去的、工作的，就是中等水平的这个西装。现在你去 Manhattan。一个店里面500块、600块，很好的西装啊，也很不错啊。那他不在美国做，他只帮你量完了以后2个星期，然后就叫你来拿，甚至说我可以给你寄到家里面去。你最后一看，全部是从中国直邮过来的，就这边下单那边做，马上对运过来，没错。但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你看800块钱以下，他连税都不用打。不用打的，他也会低报啊，这个小额包裹就过来了。他会实打实凿的告诉你我超过800块吗？他一定报到800块钱以下。然后他崩过来以后，这边给他一趟，来拿吧。哎呦，好漂亮一个西装。岂止是西服啊，这西服都这么干，眼镜，大家这个有框眼镜。都是你在这边给你验光，然后给你量好瞳距，全是邮到中国，连这名牌的眼镜框全都是这么干的。所以美国的眼镜商，美国的卖1500块钱、2000块钱的那个西装商就关门，对不对？对，这就是现在他带来的结果。人家不关门，人家跟中国合作，到中国做代加工。我知道你在美国生产的话，这部分关门。对呀，就不干了，我就不给你干了，对吧？我还给你干什么呀？你这人工又贵又慢，到那边中国那边多带劲儿啊！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哈。就说这个假冒伪劣到什么程度？以前啊，就是我们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大陆人都知道，外贸货质量是最好的，对吧？外贸货，大家那质量特别好，因为出口嘛，人家这边有质检，然后呢，中国呢也是过去呢是好的出口，这也是个面子嘛，对不对？它涉及到产品质量的问题，质控非常高。现在呢都是利益当头啊，怎么能赚得多？你知道现在出现什么情况了？我们这边有很多从大陆来的年轻人，他说呢，到美国都是名牌，你比如说那个 Levi's 那个牛仔裤啊，他说到美国哇，到这边一条 Levi's 牛仔裤40-50块钱，有的时候还买一还是送一哈，buy one get one，他们就买，但是呢，他们买完了之后突然发现，哎呦。他说：“这个 Levi's 这个质量在美国买真的怎么这么差呀？”他说在中国呀，Levi's 包括世界那些品牌的仍然那么贵啊，1000多人民币，超过1000人民币。但是呢，里边那个牛仔裤都是跑双线的，质量非常的好。那个布料呢，过去说布料也好，对，说的你放到那都能站住，你知道？现在都到美国的稀里哗啦的都是单跑的线，那个质量啊，缝都。差了很多很多，他们就发现呢，原来现在连美国的这些品牌商，在美国最赚钱的，发现越便宜越赚钱。贵的人家不在你这卖了，回到中国那边还保持着它名牌的质量，在中国那边赚名牌的钱。所以现在美国的中产阶级以下的这些人享受不了质量非常高的了。那么还有质量非常高的有没有？有，那基本上就是最顶尖的那一部分啊，很贵，最贵的那一部分还是很好的。但是这种完全在中国代工的呢，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你现在到美国买东西，美国没有什么。就在大的商场里边，你找不着什么质量好的东西，从那个衣服的材料到它的做工很烂的，真的是所以我看到他们有做外贸的就在讲，他说你这个整个呢对美国的这种形态，包括这些大的企业，人家哪个赚钱哪个来。真是你这种改变已经是出乎很多人的想象。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特色的进口商品哈，给美国带来这种其实非常扭曲的一个事情。其实今天下午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嘛，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因为我曾经跟中国的出口商跟我请教这个问题哈，他们说我们呢，我觉得你们怎么可能卖的那么便宜？他说就是这样啊，我们甚至可以赔本卖，只要出口退税回来，我还有利润就可以了。他可以不赚钱，就一直在这个政府给他给他补贴啊。当时我说政府那么多钱，一直贴这么多啊，这就是我想不清楚的事情啊。而且政府干这个事干什么？你贴到后来你自己政府不要变穷吗？那我觉得今天下午我们在讨论呢，我当时感觉到哈，我觉得这个答案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政府的这些补贴确实在赔本补贴，可是它在集中一个国家的国力在某个垂直市场。打垮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叫做竞争者，你把它一旦打垮，就可以提价了，因为它已经消灭掉了。当你把一个造船业杀掉的话，你要恢复造船业哪那么容易的？对，整个光伏杀光之后怎么恢复啊？甚至连牛仔裤也是一样的，对不对？牛仔裤的厂商一旦灭掉之后，你怎么再找一个企业家再把它恢复起来？像今天川普这么说啊，几千亿进来才有点可能，否则是没法自然恢复的。所以呢，就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来着？今天是世界的，明天是中国的。对，这是他们的一个口号。它这是一种屠杀，这是一种战争哈，经济战争。虽然中国的国力不可能在全世界所有的领域打败所有的国家，但它可以集中在它选择的某个领域打败那个领域的老百姓哈，就是民间的企业，杀光之后进去垄断这个市场就可以提价。这就是真的是一种战争行为哈。我觉得，因为你看哈，在鸦片战争时期，其实这个我跟这个石山有谈过这个问题嘛。早些时候，在19世纪的时候，叫做重商主义，对不对？国家赚钱就是要叫做什么呢？卖多买少。对，怎么卖多呢？那就我们的商船，我们的这叫做企业出去占领原材料最便宜最好的地方，那叫做殖民地。对，然后呢，东西卖出去之后，用炮舰把那市场打开。对。就卖进去，对不对？当然了，最后折腾到后来不行啊，最后搞出1次、2次世界大战来。没错。结果在美国，这叫做布林顿森林体系。2次大战结束之后，在1945年，美国通过了一个理想，就是我们做全球性的叫做自由贸易市场哈。没错。自由贸易市场，我觉得哈，你看像亚当斯密，这是来自于亚当斯密的当初叫《国富论》嘛。对。我把亚当斯密的4卷书，我把它整理成4句话，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啊。而且我认为这4句话说的是对的。买的自由，卖的自由，生产的自由，破产的自由，
这就是亚当·斯密的这个4句话，也就是自由市场。对，这个整个就会非常有效率。你是些哪个国家，你都各展所长哈。那美国抱着这么一个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理想，也很无私，因为美国在2次大战之后是最强的。他说我还是搞一个公平的一个制度，我不去占人家便宜，不靠我的优势占人家便宜。结果问题在什么地方？你是自由市场，对，人家呢就是 bad player 很多。就是坏政府很多，占你便宜的很多，你给人家零关税，人家不给你零关税的政府很多，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所以呢，中共就是在进到 WTO 之后，就把这件事情推到极端。12年之内，中共经济成长12倍啊！哦，就说错了，对不起，18年成长12倍啊！美国成长了1.2倍。这就是中共在 WTO 里头，其实就是屠杀这种方法做成今天这个样子。美国今天是没办法，你说以自由经济的这个理论来说，他搞什么是小额关税，就什么都没关税最好，对不对？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不然人家说白了，这个提姆也好啊，希望也好，这进来其实是经济大军杀进来的，没错，是屠杀。所以川普其实是在一个国防，在经济领域做一个国防战争，一个回应而已。你在胡锦涛年代的时候，就有一句话叫做腾笼换鸟，涅槃重生。然后呢，到习近平2015年的时候，把这个又大力的拿出来了，但它好像内容有点不太一样啊。但是呢，其实就刚才你说的那个，现在是世界的，未来都是中国的，就是这种，就是一样腾笼换鸟，先招商引资也好，怎么样也好，你们先来，然后呢，技术掌握了，管理方法掌握了，工厂厂房都流水线都在这边来了，然后呢就开始排挤，全变成中国自己的了。所以，如果还能够在中国大陆购物的啊，像我们都知道，现在你在中国买到很多东西的时候，那边的质量又好，价格又便宜，我只要有中国的渠道，我也不会在美国买东西。当然，谁不愿意花钱少，然后买质量好的东西啊？所以，那你这个质量好，刚才我们讲到了，留在中国了，而真正利润最大的这一部分全部输出在海外了。刚才讲到的纺织品，什么袜子呀，这部分是中国补贴最重的，它退税达到17%哦。你100块，你本来你说我卖100块，我卖到120块，我挣20块钱，对吧？他现在补贴你，你就不要卖120了，你卖100块钱，我退给你17%，你照样拿钱。那你这个钱，中共很聪明啊，他这个退税呢，他其实他不掏钱的，因为你去卖这个额度，你就要缴中国有增值税，各种税都得缴上去，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再给你拿回去，中共也没什么损失。而关键呢，在重要的一些领域当中，它还要叫做产业补贴，比如棉花啊、纺织这些。地呀等等，它会有地方的、国家的重点项目补贴，所以新疆棉被制裁这么厉害，去年还是增长了，我看增长至少有12%，13%左右的这样一个11点多，将近12%的这样一个增长幅度。所以刚才就讲到，它不赚钱，它怎么还能去做？那退税啊，这部分钱，反正我应该交给国家的，哎，国家把我钱又还给我来了，那国家鼓励大力的向国外进行倾销。所以呢，现在呢，就等于说，中共呢没有什么损失，他还挣了外汇。中国的厂家，他虽然不是真正的赚钱，但是从退税的角度上，他有利润。他整个的这些东西冲掉了所有在海外的你的外贸商业和其他的，你还想在美国生产的，谁也生产不了了。你没有赚钱，怎么去生产呢？所以你现在又回过头说在刚才这个川普的，这是不是经济的一个紧急状态？这是不是一种经济方面的侵略行为？有没有看到这个性质？这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正常的市场的这样一个情况？美国的人民有没有意识到？所以刚才你讲了。谁去授权国会去给他这个授给川普权？大部分的选票的人不高兴的，买不着便宜东西了呀，我买不着便宜东西了，我凭什么让你去加这么多税啊？他们最喜欢的是买东西的。我请问，现在那些想买 Team 的、想买那些便宜东西的人，他会给川普这个投票吗？他会给议员去督促议员把这个权利给川普授权吗？他不知道，所以这里边这个账，你要不懂得这个经济的账，川普的这个你看到的就是我买不着便宜货了，东西涨价了，然后呢，你在干什么？你川普，你说你发给我钱，你得发到我手里啊！现在川普还没有发到我手里呢，他还得紧着还国债呢，那赤字那么老多，36万兆，要不要命？所以
我真是替川普担心啊！这劳心劳力累的这个样子，有多少人真正的从经济角度上理解？相反，我买不着东西还得骂川普。那企业也骂川普，那企业现在他也赚不着大钱了。所以真正赚钱的那些华尔街和大企业，你说刚才我说那个 Levi's， 他们不知道吗？他们好的质量已经留在中国大陆了。你在海外，你买 Levi's， 那 Levi's 还得告我，你是不是？你去试试看呢？你在海外的这个 level 的，你真的买不着质量很好的这样的一些牛仔裤了。这是美国造出来的第一个牛仔裤，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挺可惜的。因为牛仔裤在美国的定位，你没有办法定位成这个豪华产品。但它在中国是一个高级的豪华产品，叫牌子嘛，它是一个名牌产品。但是那个质量嘛，你真的以前的那个，以前在中国加工出来的，你要是到出口国外的那个质量真的非常好。现在完全是反过来的，所以生活在中国国内的人有福了，然后他们自己还卷得要命。那他们自己挣钱了吗？他们自己也卷得要命。你说这个事情。说到今天，这个真的是，就是这种经济的扭曲，我认为啊，就是叫做不良政府做这些动作，造成经济的扭曲，扭曲美国，扭曲中国。对，这最后一定会出问题的。其实，中国这个全球啊，全世界上，你仔细衡量啊，这个人类的竞争啊，什么国际战争啊。很多都跟这个贸易战争是有关系的。其实你刚刚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它的本质就是由这个19世纪后期这种欧洲重商主义这种弄起来，一个是殖民地，一个是相互斗，比如说这个金本位的问题啊，这个资金的问题、税务的问题等等啊，这个一系列，最后斗的开始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是一次，再往前你就看中国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本质也是一个贸易战争，对不对？英国人现在还管鸦片战争叫trade war，还叫什么？还叫贸易战争，真的贸易战争，它是真的这个贸易战争啊，因为英国人去向中国进口他们的洋布，就是那种布啊。这第一个中国人也不习惯，说你那个布做我们那个大袍子，不好看，也不舒服。第二个中国人也是自给自足，中国那个经济形态是吧，也是就是说。就是一直是就是贸易那个逆差，英国人贸易逆差，所以这个东印度公司才搞出来鸦片嘛，他要补充，要不然他破产了。他是做那个时候中国的东西太吸引欧洲了，瓷器、丝绸、没错，茶叶，还有什么？还有很多，有你看看明末啊，这个是最清楚的是明末的时候，明朝最后这100年的时间。差不多把这个欧洲人从美洲抢走的白银赚了70%到中国，全部是硬通货，全部赚去了。所以你看中国经济啊，你看水浒啊，水浒说，这个喝酒的时候什么散碎银两一给，那都是骗人的。是吗？因为《水浒》的作者是明朝人写的哦，他能想象货币一定是银子是吧？对对对，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铜钱啊。宋，唐宋时代，对，唐宋时代都是用铜钱啊。那这个明朝才开始用银，到了最后到民国时期，不是袁大头什么都是用银两嘛，银本位。为什么用银本位？就全世界银子都给中国人赚，其实中国是少银子的国家。中国啊，这个国家银矿不多是吧？没什么银矿。日本产银。对，所以最早说你你讲到日本了，就是倭寇战，倭寇也是一个贸易战争啊。这是怎么回事？我其实不知道怎么会是贸易战争。倭寇不就在沿海抢掠吗？对，像海盗一样 ，Viking 一样。没错，以前中国是这样的，中国因为很知道，就这个当中国的皇帝就跟川普一样，就是他知道我这个。甲方市场，我这个是这个贸易的这个市场啊，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在和平时期，我是非常大的力量。所以呢，中国历朝历代都是用这个力量来跟旁边的国家打交道。所以中国那个关口啊，叫茶马市茶马市就是长城，打开，我卖茶、卖布、卖盐、卖各种给少数民族。
然后少数民族呢卖牛、卖羊、卖马，易货啊，就卖给你。所以这个生意啊，对中国周边的很多少数民族来讲非常非常重要。他们想过一点好日子，就靠这个。中国市场大，中国生产力也高，所以就靠这个边境啊卡住。那等到了明朝以后，这个贸易啊，边境的其实很少了。主要都是沿海，是不是跟郑和下西洋有关系？郑和下西洋以后，这个回去以后就下令封海，只是这个海外没什么东西，这有危险，主要是可能有一些就是叛逃的人跑到东南亚啊什么的，所以他也觉得这全部封，不要跟海外做生意。但是中国人用这个方法，就中国的皇帝用这个方法。套住周边的一些跟自己关系特别好的国家，最明确的就是一个是韩国，越南，然后就是日本，跟日本的关系就是这样套的。所以当时他不叫我跟你做贸易，他不叫这个进出口贸易，他叫朝贡，就是说你派一个商队，几百人、上千人啊，拿了很多货物，然后先做一个好东西。然后就跑到中国来，就说我们现在来朝贡中国的皇帝，我代表某某某国王啊，来这个给皇帝送礼物了。中国人最喜欢这个面子。好，把你接到北京啊，接到北京，你给我一个用草编的鸡，我给你一个用金编的鸡，你拿回去。中国人面子不能丢啊，就拿回去。这个呢，只是一个形式。这个就是说，你认我是大佬，你认我是大帝国，是吧？你听我的话，下面的商队。他就是带着货物就到中国来，就开始卖完了以后就买回去，买别的货再带回去。日本人当时做的那个主要的贸易就是这个贸易。日本人产什么？日本人产银，白银，刀，这硫磺，这是日本人产的东西。日本人没别的，但是日本人就大量的用这种东西呢，到中国把中国货买出去以后。再卖给欧洲人，主要是卖给荷兰人，所以日本有一个学问叫蓝学，对吧？日本人专门研究欧洲的叫蓝学，就是为什么叫蓝学？他觉得那个欧洲人都是荷兰人嘛，都是荷兰人，他研究这个东西，那他们就做很多这个生意，所以到了明朝有一个时期呢，日本有3个大的这个。贵族就是因为日本天皇已经没权力了嘛，所以这个几个大贵族呢说怎么办？我们都要去中国做生意，都要代表天皇啊去中国做这个生意，大家就轮流啊，今年你去，明年他去，明年我去，结果他们之间就在中国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就发生冲突，在宁波呢就打起来了。那日本人呢都是武士，每边200多日本武士，一打他就不得了。日本武士确实厉害，他是职业这个打手，日本浪人。对，那个时候也叫日本浪人。日本浪人就是职业打手，打的这个全城啊，从城里面打到外面。这个除了日本人自己死以外，中国军民因为警察还要去镇压，老百姓因为误伤的200多给干掉了。中国皇帝就生气了。这玩意儿你怎么行啊？你怎么这就跟现在美国的这个事，不许他们来了，封关，这下急了，断绝中日贸易，等于是这个贸易。所以倭寇实际上就是日本对中国的贸易战争，鸦片是英国对中国的贸易战争。倭寇来干嘛？来抢东西回去卖吗？不是，他就没法活了，因为他那个朝贡体系，那个贸易体系，他是养了一大堆人的在后头。养了非常多的人呢，不仅养日本人，还养着这种明朝的人。没错，就中国人也靠这个发家致富。到了后来，这个浙江、福建很多倭寇其实是浙江人、福建人、广东人，还有这个安徽人，所以那个倭寇头目王直。现在的墓还在中国呢，叫王直。他这一封禁之后，不仅日本人赚不着钱了，沿海的这一部分明朝的自己的子民也赚不着钱了，所以他们自己呢
和倭寇结合在这一堆里边的劫匪里边，大概有那么10个，剩下100个都是当地的。那倭寇来干嘛呢？来抢东西？抢东西啊！抢回去卖？对，就不是就打起来了，就走私，进行走私，武装走私，就是干这种事情。所以最后，很多都是中国人学2句日本话，然后互相讲话，就是黑话。其实大家听不懂他说什么，其实他就是对他们互相之间讲的是暗语啊，其实就是日本话。然后呢，这个都是很多中国人呢，就是去抢啊，热官府抢啊，就去抢什么比较富的城市啊。那个也有这个阶级的问题啊，就是大商人呢，你不喜欢他了，然后大家去抢他，最后就是所以戚继光搞了一个这个。戚家军都是浙江人，所以是浙江人打浙江人，最后把倭寇给打赢了。当时有记载，当时的那个海禁呢，海禁的政策让沿海的人民叫做民不聊生，然后就开始进行走私。我后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原来那一说倭寇，在历史上印象就觉得他们是屠戮沿海这个华夏民族的哈。后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边有倭寇，但是呢，更多的是当地人。对，因为江浙一带，因为到了南方啊，浙江开始，浙江、福建、广东，像不是像那个汕头那一带，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多地少，那个地啊很肥，但是呢非常少。就是很难养活的。他们靠什么呢？就是靠做手工业、做生意、做这个东西，所以他们这个是有历史传统的。你看浙江这边有丝绸啊，慢慢还有漆。刚刚你说的中国出口的东西啊，瓷器、丝绸。啊，还有这个丝绸不光是丝了，它是锦缎，全都包括在一起。那是欧洲啊、日本呐，都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他们拿那么多白银过来就买这些茶叶，还有茶叶，对，还有漆。这个漆器，日本的漆器现在很有名。日本漆器实际上是从中国江浙一带过去的，就学过去的漆器，还有纸具，就是这个纸啊。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家具，家具很奇怪啊。欧洲的屏风，就是你知道那个屏风啊，上面画点什么那个画那种屏风，以前是欧洲很时兴这一类东西，很多都是中国出的，都是很多上流社会的人对用它西方的这个文化很有意思，它都是大理石头啊雕刻的，对，中国呢都是木，没错，哎，它很有意思，所以中国的木雕这部分呢，到现在为止仍然是顶级的，没错。而且这种文化就包括越南，我去年到越南的顶级富豪的办公室里边就全部都是红木雕刻的，还是那种以木以这个为贵的，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包括我知道前些年在中国那时候刚刚开放吧，80年代90年代也是就是南方的这些人就去专门收那种旧的家具、老家具。我自己外婆家她有一个梳妆台，也不知道是个账房台，有个梳妆台。老的可老呢，上下2层，旁边还带2个门啊。然后呢，也是总是有人给出这个钱买呀，出这个钱买。我记得我家那舅舅这么说，不卖，他这个东西值钱。关键是什么木头？它是不是檀木的还是黄梨木的？这不懂了，那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是紫檀木的还是黄梨木的？对，所以有很多的这些东西都出口到美国、欧洲这边。对，没错。所以很多中国人说啊，我们的国宝跑了，其实是当时出口。很多东西是卖出去，包括瓷器。你现在在南中国海，那个下面去捞啊，可以捞很多的。你有这个本事，可以去挖起来，可以挖很多这个明清的瓷器啊，很多，因为那个船难很多的。当时都是出口，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了最后中国的武装走私船，在整个亚洲就成了一霸。非常厉害的，当时你讲他可以跟国家打仗的，像跟荷兰、跟西班牙、跟别的国家，整个国家的这个军舰开打的，就是这个最典型就是郑成功他爹啊，郑芝龙啊，这太厉害了，从菲律宾打到日本，就来回打，他就是在海上，他是当时5大海权之一，这个亚洲的5大舰队之一。当然他后来就。他是一个就是海盗，他其实也是武装走私的。
啊，就是所以这么那个时候，你像你说，就全部靠出口，或者是出口能赚大钱的纺织业没错、漆器业、茶叶，那最后关上门，就像中国现在都要内卷啊，只能是内部相会。你想这个轮回啊，轮回非常有意思。现在中国的真正搞出口的。还是这两个地方，广东人和浙江人，还是这两个地方，然后出去像强盗一样的，还是福建人啊，还是郑芝龙他们的后代。为什么所以这个是太有意思了。用提姆来杀，对，为什么会有杀洋人？那会有强盗，会有走私，会有倭寇。为什么会跟倭寇搞到一起？因为后面有这些大的财阀，各个行业的什么纺织业呀、这个丝绸业呀、这个茶叶、茶商啊，都去鼓励，因为他封海了，海禁了，你不让我们出去，能想办法赚钱，然后跟倭寇弄到一起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沿海是非常乱的。你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去实习嘛，实习就是去浙江。浙江现在你很难想象，现在是浙江最富的地方啊，什么海宁啊，就是什么乐清、永嘉那个地方，哇，当时就穷啊，真穷啊。这个当地的这个农村呢，就都是真的是，他说我们家这个几只鸡下的鸡蛋，就是我们家40%的现金收入。我当时都不相信，我说这么穷啊，真的很穷。那就是因为共产党你这个贸易彻底没有了，那他们就全完了。对呀，他们只能靠那种那一点破地，那能那个怎么样？然后现在呢，习近平他们还要去。要不在乎，要内卷，什么都要去，什么叫内部循环、内循环啊？叫内循环。你怎么内循环呢？这历史上都已经多少次内循环？不过回到啊，我就回到当今共产党的策略。就大量发展对外经济，对不对？集中国力去打赢对方的竞争者，让自己杀出去。这个策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他这个和那个时候还不太一样，现在他这个是有意义的。对，关键是我的天，关键是我替习近平想哈，替共产党想，他这个打法其实是不靠谱的。因为你想把东西最后卖到人家那边去。人家得开门让你进来啊！你把人家惹毛了，哪一天把门一关，你就没戏了。现在不正在关门呢吗？对，所以这就是这问题嘛。他得你情我愿才行。人家真的就是不愿意让你进来，你就没戏了。就像这个中国的汽车，你比亚迪卖的再好，美国100%的关税一竖起来，你就一辆都进不来，几乎是这样哈。所以我觉得就需要对方的配合，他完全是在 daydreaming。我可以扭曲所有的规则，我就可以一直欺负你。你欺负到一定时候，人家不让你欺负，不就没戏了吗？立刻就停止。对，那你像今天像刚才你讲到的，我们之前一直在说嘛，那你怎么欺负啊？稀土你欺负得了吗？这个基础药，你美国不也是现在断不开吗？中共也是有这个打算呢。如果各个行业主要行业都捏到我手里头去了，你只能低三下四的，全部被我控制。他就是这个想法呀。我觉得那只是临时的一段时间，对，临时一段时间，最后一定会解决的。对，因为就以这个茶叶为例子啊，你知道中国的像少数民族卖的茶都叫边茶啊，然后我们不说蒙古的那边了，说西藏那个茶叫边茶，在中国只有2个县生产，就是四川这个雅安旁边的2个县去生产那种茶。非常粗糙的茶，生产了就卖给西藏人，对不对？就卖给西藏人。他以前就是中国人认定啊，是西藏人如果不喝这个茶，他们就会闹肚子，他们就消化不了。因为中国人觉得这个吃肉吃多了，这一定要喝茶，这等等啊，所以他经常用这个东西呢作为一个制裁。我不卖给你了，让你们闹1年肚子，看你们怎么办。过去他们也这么干的。对他们就这么干，就这样。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印度人就把那个红茶也种出来了，就是别人也弄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啊是或者别人就打你。说你不卖给我就打你，像蒙古人似的，你不卖，你不跟我做生意，老子就跟你打。这你1天打2天，打10年，打8年，你总是输。他输了，他成本很低。他有一次打赢了，打破一个长城一个缺口，一冲进来抢一大堆就出去，你这个国家也受不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怎么这个平衡怎么把握，这个是很重要。现在就是这样，你中国政府就是现在还是一种弱势思维，就是现在中国做决策这批人呢，都是文革时期的穷怕了，这批人都是别人有钱欺负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想办法？这个他还没有一个
贵族思维，就是说你站在上位去看，你有钱了，你怎么样去对没钱的这个国家去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还不是这样的，他还像毛泽东似的，你越有钱，谁要是有以前的有钱人，我全部给你杀光。他还是那样的一种就是说单向的一种思维。其实这个世界，当你富了，你强大了，并不是说你就怎么样了，而是你要形成另外一套机制，跟这个社会怎么和平相处、平衡。好啊，怎么样？我们往下走。往下走之前，先谢谢小龙女哈，赞助我们$10，谢谢，非常感谢你。小龙女说呀，她非常不喜欢美国的，她说我讨厌美国的宪法，专制好人。那方伟得回答一下，这是自称是美国的宪法专家。他说我讨厌美国的宪法哈，专制好人是这么回事吗？给我们的小龙女开导开导。方伟，你小心啊，没哪天的杨过来了。杨过来了，对，小龙女派杨过来打你的。这个问题太大了哈，所以也不好解释。但是美国宪法确实是怎么说呢？我这么说哈，德国1945年定的宪法，到现在改了89次。美国是1787年定的宪法，其实前10个修正案不算，它其实一体的，只改了17次。一次禁酒令，一次那个废禁酒令，其实只改了15次。所以它的比例哈，德国改几十次，美国才改那么一次。就是美国的宪法其实是很长长久久、非常稳定的。它生命力很强啊，到今天还在很好用。在这一点上，你就得说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所以呢，我其实请教过斯考森教授，我说为什么美国宪法改这么少？因为现在反对宪法的人就说，那农民定立的宪法，怎么到现在还能用啊？到科技时代，因为宪法是针对人性设计的，人性不变，宪法不变。所以这个事情呢，很大的话题了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具体来谈好了。对，小龙女有个好办法，说把这些法官送到中国锻炼2年。你太高了哈。然后高鹏问：石山能喝酥油茶吗？当然。我们经常，这是西藏的茶吗？对，川藏的茶。这位高鹏好像也到过西藏，上次他有跟你很有共鸣。太棒了！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那个可以见一见。我知道。我还认识一些藏族朋友，他们有时候也做这个酥油茶。酥油茶就是用茶放点盐，然后加黄油。黄油。但是呢，我见到的在这边西藏朋友都说这个不好喝，太肥了。不是，这美国的黄油不行。这个一定要什么？要牦牛的这个黄油。就是他觉得那个牦牛的黄油呢是有特别的味道。但是不习惯的中国人喝不了，中国人受不了。你看这位 Teddy Louis， 他说俺当然选择越便宜的越好，管他伪劣假货。那看来你也不能赞成川普的政策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先推出第一个民调哈。那第一个民调呢，就是刚才我们想到了，今天呢美国的上诉法院以这个7-4，现在呢是赞成了下级法院川普的关税不合法，所以呢川普现在要往最高法院去打，到10月中旬之前，你赶快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咋判呢？我们讨论半天，包括这个800块钱的这种小包裹的这个免税，很有可能一勺都翻船了。那川普呢，这个政策就没办法去开展了，这就是对川普又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考验。怎么过这关不知道。那您呢，以您的经验来试试看哈。你觉得最高法院会支持这个案例吗？你觉得他会支持川普吗？还是不会支持川普？支持川普，你说他会的。最高法院看到了美国现在处于经济紧急状态，你也认为呢？川普刚才这个方伟分析的是对的。目前呢，像中国这一类的对美国发展的是一种经济侵略，那这就是一个经济战争，它不是热战，用贸易跟你打仗的话，那就是紧急状态，这是个战争。那你就选个1，好不好啊？做个选择。你说不对啊，无论怎么样，你呢就要守法，你不能越权。你今天川普越权，明天别人也越权，这信儿就没法玩，你就选个2，好不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呢，去这个推出来的民调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说说中国那边了。人家现在要93阅兵啦，今天已经是8月29号了，下周3，为什么那么高兴啊？这阅兵好玩啊！这个阅兵是特别逗，我特别有感慨啊。感慨什么？对，你先把这个他邀请的名单，咱们先大概说一下。哎呦，他这名单26个国家哟。
据央视新闻，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脑首脑将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然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奥，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哇，你会俄语哈、叫做米尔济约耶夫，哎呦我天，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我看不用念名字，就是哪个国家就行了。对对对。 OK， 吉尔吉斯坦总统土库曼斯坦总统，我念都念错了，都没听土库曼斯坦过我来总结一下吧，就中共的朋友和不敢得罪中共的这个国家。对对。阿塞拜疆，然后津巴布韦、斯洛伐克、古巴、缅甸，26个国家还有，个塞尔维亚吧，还有对塞尔维亚， OK，没错， OK，亚美尼、亚美尼亚、伊朗，还有伊朗、白俄罗斯，这一定要讲的，对吧？全都来了。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好玩呢？因为这所有国家基本上都和抗战没关系，因为这个真的哎，真的，你看苏联人有关系，因为它下面有一堆这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啊，包括蒙古在内。但是你知道，苏联在1941年4月跟日本人签了一个和平条约，互不侵犯，而且是它里面有个条约写得很明白，是承认满洲国的主权独立，而且承认日本人对满洲国有这个宗主国的这种影响力。那日本人承认什么？日本人承认蒙古独立，然后承认苏联人对蒙古和新疆有这个势力的有这个主权，有这个不是主权，叫这个宗主这个影响力。它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苏联人用中国人的领土和日本人呢，两边用中国人领土做了一次很大的交换，这个是比较有意思。所以你说前苏联国家是抗日胜利，这个跟他们有多少关系？I don't know。你看，他们是45年8月9号宣布对日这个作战，2颗原子弹已经丢了，日本人已经在拼命的讨论说我们是投降还是不投降，投降还是不投降，就他宣布出兵啊，然后这个挺逗，8月9号，然后他出兵，所以这个呢，你说苏联人有关系，最搞笑的是东南亚，东南亚这些国家，我们先讲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人没来哈，泰国人没来，泰国人很有意思，泰国人来了就有意思了。缅甸啊，这些国家，他们的国家的国防军，他们现在的军队的设置就是日本人帮他们设的。是吗？对，他们日本人打下了东南亚以后，第一件事把欧洲人全抓起来，欧洲人要不然就跑了，就抓起来。第二件事就是当地的人。你们原来这个英国人德国、欧洲人说你们根本就不行是吧？我来培训，大量的人去日本。你像那个昂山素季，昂山素季他爹叫昂山将军嘛，昂山将军就是送到海南岛日本人培训出来的是吗？这个将军，然后回去建立缅甸国家军队。这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都是这样。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逗的啊。然后越南也很有意思，越南呢是法国殖民地，法国人一打二战一开打他就投降了，所以日本军队是可以在可以在越南，可以在柬埔寨随便进出，来来回回随便走的。所以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正儿八经，包括共产党在内，共产党有打，共产党也没打。共产党的这个都是这个721嘛，7分发展2分应付，1分抗日，1分抗日。721，也就你看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特别有意思。他的所有的他宣传的战争和战役
都是在日苏和平条约之前。嗯，到了1941年4月份以后，基本上共产党的军队就跟日本人完全就不打了，就等于是听斯大林的。对，斯大林要打日本，到什么程度啊？到什么程度？到我听到的这个老乡的讲的，八路军和日本军在一条路上，你往这边走，他往那边走，相互就这样走过去，互相看一看，反正也不知道相安无事。对，相安无事。谁抗日了呀？对呀。然后那个新四军，你想想，新四军哪一场战争是跟日本人打的？你只知道新四军打黄桥战役啊，把那个韩德勤给打得够呛。你只知道他的死的人是被这个皖南事变被国民党打的。你说他跟日本人打过什么战斗啊？我那天统计了一下啊，这个新四军说他这个8年下来，他跟日本人作战多少次啊？好像是4万多次，多少次？然后总共打死打伤日军平均4个人，就是每一场战争打死打伤4个人，反正就是，当然那个数字也是假的，那个数字也是假，所以你看是一帮没有当年跟日本人打仗的人。去纪念抗战80周年，然后抗战80周年在那操阅兵，这事情，我觉得不仅这个啊，你看，这兰州兰州在西安的西边，日军轰炸兰州的时候啊，他要飞过延安飞过去啊，他正好在后面，他轰炸兰州多少次，他不炸一次延安，西安在这个延安南边，延安被炸过。总共1939年炸过，对，后来就没炸了，后来不炸，对不对？所以延安在那搞什么大生产运动，一大会一小会，扭秧歌、开会、整风、结婚啊，这事情多了。所有的中共元老都是在延安重新结婚，每一个都是有一个算一个，全部。所以中共不仅是跟他相安无事，而且是互相勾结。没错。所以这叫做什么？我把这个阅兵啊，这次阅兵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庆祝中共勾结法西斯成功没被揭穿，没穿帮胜利80周年。对，你知道是不是啊？你苏联是跟德国签了互不侵犯条约，跟波兰签了互不侵犯条约。然后跟日本签了互不侵犯条约，然后跟中国还是那个他在欧洲那边就是跟德国一起把跟他签了互不侵犯条约的波兰给瓜分掉了，然后呢这边呢就是跟日本人一起把中国的这个北方领土给瓜分掉了，这就是苏联人干的事情了，这个很清楚。对，你说那个兰州，你知道为什么要炸兰州吗？为什么？因为早期的苏联援助中国国民政府的武器都在兰州转运，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抗战的时候，兰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构叫调遣处，就是很多这个就是所有苏联来的，包括苏联的飞行员、苏联的教中国人怎么用他们的炮什么，都在兰州那一带。因为那个就是从要不就是从蒙古进宁夏周转的中心，所以日军是够不着啊，所以拼命的派飞机炸。对啊，所以田中当时那个国民党的那个军工厂是后方是在重庆吗？在重庆，在重庆那边。对，上次我们谈过嘛，就卢作孚。民生公司的董事长，也是民生公司的创始人，他还是参加过保路运动的这个所以重庆也被炸得很惨嘛。对啊，然后他用3到4个月时间，把江浙一带的中国的工厂大量的就迁到重庆去。那个时候的长江很难走的，它就是整个溺水嘛，对吧？对，溺水上去，然后还迁了很多人。这个武器弹药和这个工厂迁过去，没那几个月，国民党撑不下来。我看到那个数字，当时整个西迁整个人口是4000几百万呢，被称作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对啊，就整个都撤了，那边要打仗了。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本小说啊，就描写这个的时候，说这仗能打吗？当时呢就描写说，你看看那些女人，就当时好像就是大家就是女性都已经握着拳头，觉得受不了了，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那就这个战争一定会打啊，
然后呢，整个的中国人不仅是在这次二战当中死了3500万，光中国官方说是死亡3500万，那光是这种迁移的这个人口，在那个时候都是最大的一次，你就可想而知，整个中国翻了天了，就整个是天翻地覆的那个状态，啊，打了一半江山打得稀烂呢。然后根本跟你中共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我觉得中国他真是够脸的哈。他这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对，他还要搞一场阅兵。对，他不怕我们骂他。所以我觉得我骂他是不是不够啊骂的？所以我看这个网上传了说，造句的那个例句，其中有一句是竟然，用竟然来造句。所以有个小学生说，这个1949年才成立的国家，竟然庆祝1945年打胜的仗，后来给老师把这个下面写了一句“滚出去”。当然，这可能是网络段子了。稍微有点逻辑的话，你能看到这里边太多的不一样。然后呢，这个事情走到今天为止，刚才我们下面这位 Costa 就说，丐帮国家大集会。丐帮是丐帮大会，对，丐帮大会，大家都空着手来，然后满载而归。然后呢，现在你说本来这个世界变化的这么大，然后你说这个中共也很有意思。我看到今天有个消息呢，就在讲说金正恩来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啊，这个朝鲜的领导人和多国的领袖在一起，以前他们只是单边的。金正恩是所有他们这个参加这个仪式里面的最有资格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爹确实是抗战游击队出身。虽然这个韩国、朝鲜这个国家在抗日战争呢，这根本就是站在日本一边的，因为是大量的朝鲜兵、韩国兵在中国打仗啊，就是那个叫在东北人是最知道的。他那个时候他们是加入的日军，没错，我说的就是这个呀，大量的都是这个日军，他们加入都是日军，这个朝鲜人的加入，因为当时日本控制着他们对，但是确实是早期有这个游击队。这个金日成确实是那游击队，虽然他不是游击队长，他是冒名游击队，后来很有名的游击队长，冒别人的名字，这个被苏联人送回去，但他确实他们家和他本人他们家族确实是那个游击队出身的。所以那一堆20多个国家，只有一个真正抗日的游击队，只有一个，不是，你也不能说共产党没有游击队，共产党也有游击队，他也打了百团大战、平型关啊什么，跟日本人有时候一不小心以为是对方是怎么了，扔过几个手榴弹也打过。但是这次呢，金正恩来呢，我看到今天网上有个消息呢，说特别有意思，说呀，他呢本来中共邀请他，以为他不会来，因为10年前2015年大阅兵。金正恩就没来，对。然后呢，这次呢，以为就邀请他不会来了，因为你想啊，现在跟俄罗斯，你还支援俄罗斯，然后你的经济也不好，对吧？就以为他不会来，结果呢，一邀请，金正恩答应了，然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呢？现在让中共非常的尴尬。俄罗斯、北朝鲜、伊朗、中共同台而立，四个一定要4个人站在那儿，那张相会名垂青史。哎呀，我的天，是要遗臭万年吧？然后就本来人家就把你当成这个邪恶轴心国，你这坐实了，你们4个跑到那儿站着去，我的天！所以呢说呢，本来中共呢就在想，他们叫做宣誓呢，叫做备而不战。就是我们是阅兵，我们有实力，但是我们不掀动战争。可是呢，打仗的两个参与的北朝鲜、俄罗斯，包括这个伊朗，对，全部跟你中共站到一起去了。你这不叫备而不战呐，你这在向全世界招张宣誓，我就是邪恶中心的老大。你说北朝鲜、俄罗斯、伊朗。这后边没有中共，哪个好像都打不起来，对吧？对，他哪边都支持，北朝鲜就不用说了，那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伊朗也没少了他买石油。你说这有意思吧？你说我就看到这儿，我就在想，哎呦喂，那只能说你牛，习近平中共牛，就是我们就是不在乎，我们就是向全世界宣誓，我们就是轴心国，是这意思吗？不是，他也想请别的国家来吧。只是别人不来嘛，对不对？路透社记者就问，他说：“你们中国方面怎么看待这次呢？93阅兵？你们放一下，能不能放一下？有没有？我没有好吧，就是怎么去？没有一个西方的这个领导人参加。然后
这个外交部怎么回答呀？你要听他原话，你描述都是不能表达人家的那个意境。那怎么办？就你说东啊，你问东啊，哎，我就说西啊，这意思是吧？对他呢，就直接就在说。我们在昨天已经公布了啊，参加我们这个93阅兵的国家的名单。然后呢，我们呢去这个开会呢，就是什么和平大会。总而言之，说了一堆根本不着边际的话。你所问非所答，驴唇不对马嘴啊，就是外交部就是不说不能回答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93阅兵的这个名单。而金正恩呢？包括呢，普京他到底给什么样的一个级别，怎么去排兵布阵？又加上这2天我们不是在讲吗？就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现在有一种说法，大家都在发毛。伊朗也好，普京也好，金正恩也好，到你那儿去看看你到底咋回事儿？你们权力是不是交接了？你习近平稳不稳？一旦交接的话，是谁？你们对我啥态度？所以你看，普京这次在那待4天呢，这边打得热火朝天的，川普一不断的施压，跑那儿待了4天，所以呢，这也是一种说法，你怎么看？我不知道，我要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我说你胡说八道，我们这边只有一个东方国家，就是只有朝鲜在我们东边，其他都在我们西边，都是西方国家。反正这个不知道，这个中共是这个阅兵啊，这个它是以前从来没有过。就是抗日战争胜利阅兵，只是从2015年有一次，现在是第2次。那是70周年嘛？对，在那个之前从来没有过，因为毛泽东每次日本人来，他都说：“哎，你们不用道歉，我们还要谢谢你们那个皇军呢，是吧？是，如果没有你们，我们怎么干得掉国民党的？我们是干不掉的吧？”他所以以前从来没有这种阅兵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共产党是要转移它的这个合法性的一个危机的问题，因为共产党是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土豪分田地共同富裕这个来作为它的国家的主流的核心的意识形态来稳固这个国家，但是现在这个东西显然是不行了，你也土豪比以前更厉害，是吧？这个田地谁都没了，他是土豪，他自己土豪，就剩你自己有田，自己就你们是土豪，别人都不是。然后共同富裕更不用说，所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光是老百姓，不光是党员，就高级干部也没几个真的相信。我相信，包括习近平也是。习近平他除了几句口号，他真的相信马克思说的那个，或者他真的要信马克思来做这个事情吗？显然是不信，因为马克思的有一个很基础的东西是要选举啊，是要民主啊，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是要1人1票，你根本就不敢啊。所以这个东西，它就必须有个东西来替代，所以这个东西就一定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只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能够撑得起他这个集权的体制。所以这次他这次阅兵，然后日本方面他的所有驻国外的大使到处游说，不要去参加，因为呢，这是煽动对日本的这样的过分炒作历史，煽动对日本的仇恨在敌视日本。然后这次呢，26个国家，大家把它叫做丐帮大会，加上呢邪恶轴心国的代表凑齐了包括白俄罗斯的总统。然后2015年的时候，当时还有40多个国家当时还有什么波兰呐、南韩呐、捷克斯洛伐克等等的，他们意大利、英国、德国、荷兰、法国都派了高级代表。40多个国家，然后10年过去之后，现在剩了26个国家。这10年发生了什么？革命的队伍越来越纯净了。哎呀，所以呢，这边呢在阅兵然后我们还要去看到底呢93城楼上这个天安门广场上到底会谁去站咱们那天会好好的去看。然后呢，这次还有个看点就是它。多少个武器？现在是160多架飞机，然后呢，海陆空什么什么部队，它的超高音导速导弹会出来等等，还有多少个坦克那它肯定要吹大牛了。然后呢，大家就看你到底花多少钱呢？说估计呢得是10亿到20亿美金吧，估计。美金呢？美金10亿到20亿美金。他不用对任何人负责，也不用对任何人报告。对。
我们就只能瞎猜了。我就多寄点小包裹到美国就好了。对啊，对，所以现在既然上诉法院把它停止了，对，因为中国那边现在真的是民不聊生啊！那大学生今天他们上班7天还欠了单位13000。哦。啊，因为你上班的让你说啊，对我给你1个月2000几百块钱工资，但你现在得培训呢，培训得交这个钱呢，得交那个钱呢，7天离开了还欠了公司13000，都哭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像那个社保，9月1号马上了，9月1号强制执行，现在真的是开始，能还继续营业的都已经贴出来，招53岁以上的退休人员。只有这样，人家才能省了这个，因为退休人员不用再强制缴社保，年轻人更没工作了。所以现在就在今天，咱们是29号嘛，29号当地时间，重庆大学就有人就投影，用巨大的巨幅的投影到这个墙上。我们把图片秀出来，你看一看，都投影了什么样的一个内容？马上就要阅兵了，那跑到重庆呢，直接就是喊出打倒共产党来了。哎，看到能不能看清楚字？真的很有创意哎！持续了50多分钟哦，可不是短时间的，而且是在重庆大学的这个墙上的这个位置。我们都知道大学中共是非常害怕的，这大学生，他呢是当时是晚上22点10点钟，然后呢在重庆大学叫做西城的高楼上面投屏多个巨幅标语，然后呢标语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起来吧，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等等等等等。就是咱们这么话说回来，就是不到24小时之前嘛，咱现在不到10点嘛，发生在中国重庆大学这样一个地方。这边还要去阅兵，怎么解读？对，现在就是我只是非常佩服这位年轻人，据说是个年轻人啊，我不知道，如果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恐怕捣鼓那个设备也捣鼓半天，捣鼓不出来，真厉害，太棒了！我希望以后这个有声音、有颜色，还有动画的，全部都是。显然就是看上去显然就是科技版的彭载舟，对不对？对。这件事情的确是从，彭载舟是2021年吧，2021年。2022年嘛，中共20大之前嘛。对，22年。然后呢，他是用布条子在这个北京这个桥上还点上火，让大家能看到和冒出烟。然后2023年的时候，当时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这件事情。当时是在济南万达广场，你还记不记得？我记得有那么事儿，对吧？对。这小伙子也挺神，他就是受这个彭载舟的鼓励，他觉得他要做点什么。那他后来他出来之后，就这个图像哈，他当时呢就那个标语呢就是直接叫做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是2023年，对。他说这2句最能表达他的心声，但是呢，这个他只持续了10几分钟。然后呢，然后就是警察折腾去找他。他这个非常聪明，他拍的这张照片是他让他朋友去在那等着，你给我拍下来。然后呢，他是走到泰国一边，用手机远程启动了这样一个投影仪。后来他出来以后，他接受了一下美国之音的这个采访，然后呢就讲到他这段故事。哎，你说这个是济南的，还是说这次重庆？济南的2023年。柴松是不是叫做？对，他叫是姓柴这位朋友，我看一下哈，他的名字叫非常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他就讲到他怎么叫做柴松。他在2023年1月下旬的时候，在泰国就把他这个接受了这样一个电话的采访。那他呢就讲嘛，他是怎么去找位置，怎么选的。然后呢，其中就讲到他租那个房子，你要那个高楼，你得能投影能够到那么高嘛，你那个投影的距离它很有角度啊，位置。结果他租了第一个房子的时候，他跟房东一聊，发现这个房东是帮助公安局专门针对境外势力和异议人士做的。就是他。他一看吓坏了，他说不行。我以为是要害这个房东，应该就是他。吓坏了，他赶快把它退掉。他还不敢明说，他就说呢是我是这个你这个房子背光啊，我都签合同了，他都不要了。那个还气急败坏的说你怎么回事？你真的是因为采光不好吗？他说是。他不敢呢，他怕被发现。是采光不好，人家打这个打投影是要采光好点。
选择另外一个地方。嗯，签了合同之后，从来没有住进去过，只是把这些东西全部去做好。它就是一个投影仪而已，对不对？投影仪没那么简单，你想投多大的字，你要把那字刻到那个镜头上面。对。然后呢，他还不敢让你怎么试啊？这字儿谁敢给你弄？他得用别的方式先去试。他先往那上打了一个字，打个什么共产党万岁是吧？没有，没像你那么极端啊。应该打一个商业口号就行了。叫做对贵州腊鸭头，然后不卖隔夜货。他先用这么两个字在那先去试一下，大小都差不多。然后呢，在他临走出境之前的那天晚上，他把它就是换上这个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把它放上。他详细的讲了他怎么去做的、怎么启动的这一套东西。我都怀疑啊，这个就是24小时之前重庆的这位可能是不是跟他是受这个启发呀？对啊，这个持续的时间长。现在不是网上已经说了，这个人已经全身而退了嘛，已经跑出来了，对不对？最新的消息我也在担心呢。而且留了一个纸条，说自己在哪里叫重庆的什么麻酒店就是明文写的，我叫什么名字，我在什么地方，我写这个东西，我已经闪人了，已经走了。对，只是不连累别人，这个挺好。对，把这个他那个字给大家可以秀出来一下。哎呀，这个人很智慧，他已经离境了哈，已经逃出来了，可能过2天就得像这个财松一样，能给大家曝光出来他在哪里。哎，就这封信看到了吗？手写的。哎，他就说他说我不知道。朋友你好，我不知道你是谁，暂且称呼你一声朋友。也许此时你已经把我当成你的敌人了。首先声明，我不属于任何组织，之所以走这一步也是无可奈何。准愿意，颠沛流离啊！谁愿意颠沛流离有好日子不过呢？请不要为难无关人员。共产党在这块土地上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请尽量不要助纣为虐。也许你现在是受益者，我相信大多数人往上3代甚至是1代没有不受到共产党的迫害，只是中国人太健忘了。自从苏共在这块土地以来，甚至夺取政权以来，3年一大运动，10年一小运动，让多少人家破人亡，受尽迫害。他们除了谎言还有什么？他们就是法西斯。也许你现在是受益人，但请在能力范围内善待他人。枪口抬高1寸。实在迫不得已，那么你完全可以呢把枪口抬高往上抬一点儿。共产党他们谎言治国，暴力压制那些敢于出头的人。总之要觉醒，去了解真相，真相就是真相。就好比乌云挡住了阳光，不代表没有阳光。每个人付出一点，站起来反抗，那些坏人就不能为所欲为。祝好，朋友。然后是2025年，2025年8月16日晚11点，于重庆大学城麻酒店。麻酒店，就这封信上给大家全文读了一下。太棒！这哥们儿，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哈，你要得，你硬是要得。出来以后啊，给我们打电话，我看我们能帮忙啊，我们可以起码可以找你上节目，对不对？对。然后呢，说的是他在这个麻酒店留下的这个信，在这个房间里边付了费，到那天工作。他是在酒店的窗口，他都没租房东的房子。太棒！他是在酒店里边，他付费之后，反正人也不回去，酒店也不会管嘛。把它弄好了，架好之后，然后启动，但是人已经出来了。这个方法好在什么呢？公安局还株连不了。因为酒店嘛，叫实名登记，人已经提前出来了，太聪明了。对，我还挺担心的。天哪，就50多分钟，影响这么大。因为我一直就是在这个纳闷啊。因为现在战争啊，已经现在你知道这个打仗啊，已经完全进入下一代了，就是 AI 啊，无人机啊，我就觉得怎么我们这个运动啊，这种抗议的各种各样的没有进入下一代，共产党的这个手段都进入下一代了，但是这个反抗团体啊，完全没有进入下一代。现在这个只是刚刚开始。我相信，我希望中国的可能这个年轻人啊，还有包括海外的我们这些人也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真的也要进入下一代才行啊！你现在想一想，他们可以用这个投影仪，无人机能不能做？无人机搞个大包裹去丢点什么东西啊，或者是等等诸如此类的，丢点传单啊，没错，或者是你就在这个
在某个高楼上面定时一摁，那个箱子啪就打开了，风一吹，传单就传出去了嘛。这甚至你可以在海外来遥控这个对对互联网嘛，对不对？你得能登录它的网。对，所以这个呢，就可以做就是这个做的最早的就是法轮功学院。对，那个时候插播，我记得这个电视插播哎呦，后来没有电视插播了，广播插播，我记得啊，小喇叭，先弄一个喇叭到一个楼顶上去，安上一个东西，然后就闪人，然后一摁，他那边就开始广播对。法轮功的这个插播，我觉得还是跟大家说一些详细的，因为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哈，是2002年3月5号7点19分晚上的时候，长春市8个频道同时被法轮功学院插播进去，播了45到50分钟。电视啊，两个片子放了2个片子，一个叫做《自焚还是骗局》，讲的是2001年哈，那个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法轮功学员什么在天安门自焚的这么一件事情，是个假案子。对啊，把这个东西放出来。第二个呢叫做《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个片子哈，总共参与这个插播的是18个人，分成2组哈。然后呢，就是结果呢，上百万长春居民看到，当然了，后来呢，就确实后来很惨哈，就中共抓了5000多人呐，最后8人死亡，现在还有另外是15个人是判刑，判4年到20年。我前2天见到一个，参与插播的这个人的孩子，哦，对，哇哦。也到美国来了。不过我想哈，确实是他当时那个插播之后，因为2001年的时候就有这个天安门自焚事件了，然后呢一下子本来呢他镇压法轮功是镇压不下去的，对，老百姓非常反感，又来文化大革命了，老头老太太练功不挺好的吗？大家非常反感。我那个时候在国内呢，就当时整个的国内的气氛就是讨厌死了，中共又要搞运动。所以他镇压不下去，一直出来的那个天安门自焚事件之后，一下子第一他丑化了法轮功学院，然后呢就让所有人特别仇恨、鄙视、痛恨，那个仇恨就那个时候挑起来的。没错。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想而知，那是好人啊，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他就想告诉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他把当时是国际教科文组织把天安门广场那个录像拿出来慢镜头一分析，那个什么刘春玲是穿军大衣的警方的人给打死的，根本就不是法轮功学员。哎呀天哪！就他这个一放出来，我记得是《纽约时报》还登那篇文章是吧？那个潘，《纽约邮报》不是菲利普潘，对，他要采访这个刘春玲，跑到他家去。对，他家在那开封嘛，在开封。好去这，他就问邻居嘛，邻居说这个人不是练法轮功的，没见过他练法轮功。是个叫做夜总会的一个女招待。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法轮功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个红传。当时长春人一看那电视，呀，这法轮功平反了，就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江泽民下令当时是可以开枪的。这什么犯罪啊，你都可以开枪杀人的。所以这就是当时的法轮功学院的这个插播。然后刚才这个重庆的这个小伙子，他就是2023年那个柴松，他把这个呢就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他的做法。我估计他们这个可能是他这个更先进了，更多。他那时候只是一个投影，他这个还换多这个幻灯机，哎，对，换来换去，以后说不定拿一个录像机、录影机，可以放个片子在外头。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难防啊！对你找一面墙，对呀，然后在墙对面有一个可以放录影机的地方，没错，然后又可以远程控制，然后人就走了。你想想看，这个人呢，他做完走了，对不对？我觉得他做这个事情有2个好处哈。第一个呢，他把一个明确的一个口号、一个观点喊给大众看。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啊，他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一定批准1000%的批准。当时这个柴松啊，他过了就10几分钟之后，他因为你投了之后，你得能拿着照片嘛，他让他朋友去拍了这个照片给他传过来的。然后紧接着就他所有的朋友、父母全都断了联系了，大概周围40-50个人都被警方扣押，咨询就查询呢，包括他朋友的女朋友，他的全部都给弄起来。他的父亲呢，光做笔录，父母亲就1个多礼拜。然后为什么？就是当时这个柴松就。美国人就为什么翻墙看大纪元、新唐人、美国之音，包括呢那个时候2023已经有很多这种自媒体人了，他就明白过来了。
明白过来，再难糊涂回去了。然后呢，刚才这个重庆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小伙子是女孩，我猜可能是个小伙子看那个字体好像是哈，那字那我就不知道了，写的比较粗犷一些。因为女孩能把这些设备弄得这么明白的，我就怀疑那不一定，现在很厉害。你对吧？那样的女孩也是万里不挑一哈。你像这个，她这个更难了。那个柴松呢，就买一个智能电表控制电源，然后呢把这个电脑关上，然后用手机可以远程操作，用远程的控制程序打开，中间还放了个监控在房间里，然后呢摆在那里去监控他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暴露了，有没有被发现。然后呢，他在1月18号踏上了离开郑州，因为在郑州万达广场嘛。因为他为什么选那个地方？晚上10点钟、8、9点钟到10点，正是人多的时候，他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哎，这就是他那时候操作的。这回这个更没连累。你刚才你说连酒店谁都不连累，房东什么都不连累。真名实姓，他是实名登记的，在酒店，酒店必须得身份证，实名登记放在这走人了，而且漂亮利落的走出来了。现在呢，他最后他怎么回事？他有一个回答他的朋友叫吕公哈，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知道这个没有用，我知道这个没有用，我也做不了什么。有人会嗤之以鼻，有人会骂傻叉，有人会共情，但这就像火种一样。”虽然不能燎原，但是总有会留下一些痕迹。或许某一天它会燃起来。对我自己来说，漫漫轮回路，不断提升自己生命品质，向光而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直至达到彼岸。啊，这是他最后一段回答他的朋友一个截图。这个是重庆这一次，这重庆这个是重庆这一次做的更加的持续的时间更长，因为柴松那个是10多分钟，警察折腾来折腾去找到这个位置也得10多分钟，这个50多分钟啊，就是一直在那儿去放。然后呢，更加的智慧，然后可能现在都讲得很清楚了，也不会连累很多人。那么估计呢，这个方法接下来中国大陆会不会更加？大家觉得会不会更多的人做这种事情呢？会啊，在下面送个玫瑰花，为这位勇士呢点点赞。但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93阅兵之前出这么个事儿，当局会如何解读呢？我觉得石山会如何解读呢？对，我知道里面肯定会有人说什么。我是很清楚，这个事儿一定栽在这个重庆市，重庆是跑不了干系了，真的。如果这个到时候你的这个投光以后投的再技术好一点，把人像也投出来，这个某人的人像投出来啊，那就可能影响更大。重庆市委书记谁啊？袁家军吧？袁家军，对，什么是哪一派的呀？当然是习派。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据说啊，妥协，说这个叫丁陈体系，丁薛祥和陈吉宁体系这个接班。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叫胡袁体系，就是胡春华和袁家军。袁家军，对，就是说这个就变成就是，如果你在他的城市闹的动静特别大了，这后面就会吵了，说这个人不行，你看啊，出这么一个事儿，怎么样，这个就可能会有影响，你知道吗？所以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说这个事儿，一定会有人说，但是你知道，你看现在把这个给你扣到你这儿，正好现在是人员交替的时候，你没有搞定你的那个地方。对，哇哦，现在是这个啊维稳，你看马上要阅兵了，对不对？这个全世界都要怎么样了？让你这么一说，好像这个人背后有点背景，人家是自发的向光而为，好不好？没错，那只能说是天意了。这个事儿，我知道有几件事情类似的啊。1959年国庆，中国国庆。有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从香港回去以后，把深圳那边一个大桥给炸了，啪一下炸了，影响非常巨大。但影响不是对中国影响，是对海外影响，因为你在深圳嘛，在深圳那边宝安一个大桥给炸了，结果这个共产党非常生气，因为这个海外外国媒体都说，你看共产党统治，他们以为10年稳了，不稳，出事儿了，所以这个就要人去把这个人抓出来。花了重金买通了这个特务的上司，知道了他在香港住的位置，然后把他给绑起来送回去。这个里面的故事呢，因为这个，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听这个军队里面的人说是怎么干的。
怎么干的？就是买通他们那个没有人能干得了，最后买通了一个这个中共的一个特种兵啊，犯了罪，在监狱里关起来，准备就要判刑的，最后就把他找出来说，这有这么件事儿，你愿不愿意干？干了就回来就立功受奖，那哥们儿就愿意干，干了以后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准备好，就告诉他，然后把这个人骗到新界的某个地方去，但是通过这个特务的上司给了他一大笔钱，叫他派这个人到新界某个地方去执行任务。这个他去了以后，被这个中共的直接就是3下2下就弄昏了，然后就扛着就往中国跑，后面据说还给警察发现还追，但是这哥们儿已经跑到铁丝网，就把他丢过去翻过去，人抓回来了，但是已经死了。就是那个抓回来啊，已经死了，但最后就是假模假式，还把他架到那个开了一个公审大会，当场枪毙，啪一枪给再打一枪，就是有这个是我小时候听到的故事，是59年的那个替死鬼，对，有这么一个事。还有一件事，1979年也发生过一次。对，79年就是我们上大学那一年，考大学那一年。79年，毛泽东对是哪年死的76年。对 OK。79年有一次，这在广州，当时中国最高的一个大楼叫海珠大厦，27层楼啊，当时在中国20几层楼不得了的事情啊，就在广州市的市中心，那个因为很旧，在装修，叽里呱啦装修，这个也是一个台湾的。这个也是台湾，据说是一个三民主义的一个狂热的一个，也是国民党的一个人，他就去了以后爬到那个楼顶，挂了一个横幅，砰丢下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然后他下楼以后照张相，转身就走。广东的公安厉害，3个小时以后在深圳把他解下来。但是这个，后来这个人也判刑，判得很重，在中国。是大陆人吗？不是，是台湾的。台湾人。以前的这种事儿都是台湾人在干啊，现在全是大陆的，其实这个年轻人在干。所以你就知道了吧？现在台湾人都在说大陆的好话。台湾的我看那一堆人说，哎呀，说这个阅兵啊，这个武器我们现在已经超过美国了啊，这个。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啊！他们的毛主席语录都能背，天哪，可厉害了，还是台湾的将军呢。哎呀，真是太有意思了！哎呀，刚才下面有人问说，台湾人怎么不宣传这个抗战呢？是啊，您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想一想为啥？因为不是国民党执政，那边打的这个样，他怎么能替国民党宣传啊？所以。你不替国民党宣传，那现在呢，中共就宣传啊，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时间的关系吧，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然后呢，刚才，哎呀，方伟啊，215投票啊，您觉得最高法院会支持川普吗？78%的朋友认为 yes，然后22%的朋友 no。好吧。所以一旦呢，最高法院希望78%的朋友对是对的。哎呀，就这个打到最高法院，他会怎么解释这个经济紧急状态？哎呀，这个如果一旦不支持的话，你们78%的人要失望和伤心了。那也够川普喝一壶的。那接下来的事儿就大了，那可能都是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其实现在面临的都是难题，没错，俄乌战争也是难题，对不对？就俄罗斯就是不听，那怎么办呢？只好2级制裁，2级制裁就是打到中共，就是世界经济大战，就是打到所以川普手头全都是难题。对。哎呀，在节目结束之前，这个在美国呢，我们是一个长周末，对吧？是个 Labor Day，然后我们要把下周一的节目挪到。但我们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工具，叫神盾 VPN。VPN 大家都知道哈，一般的 VPN 嘛，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服务器，中央服务器啊，你过去之后把你的身份藏住哈。但这有个什么问题啊？这个服务器如果被中共攻进去的话，它什么都能拿走了。然后呢，这个神盾 VPN 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2个服务器，你攻进任何一个地方去。它只拿到一部分讯息，拼不成一个图，所以不知道谁在用这个工具。那2个同时攻进去，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因为一旦攻上去，它得同时攻进2个地方去，所以让这个可能性几乎变得是微乎其微哈。所以确实是很棒的一个工具，在所有这个 VPN 中，这是最
翻墙最安全的这个服务器，所以呢，这叫做神盾啊。所以现在呢，下面有链接，大家我想就像今天这个朋友哈，他做那个事情一样的，他肯定是能够成功翻墙，对，了解海外的情形，当然才知道这个该做什么事情哈。所以呢，他当然了，他做的也是非常非常漂亮。我现在觉得他开了这个先例之后，大陆的每一面墙，那可能都是战场了。对。如果能够做好，然后自己又能全身而退的话，确实啊，你在海外拿到政治庇护，这是最好的一张怎么讲呢？一个证据。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帮助国内朋友翻墙。我前几天也推荐了另外一个工具，叫一链翻墙哈，再加上这个神盾 VPN 结合在一起的话，是帮助中国老百姓了解真相最好最安全的方法。对，就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哈。像刚刚那个朋友一直讲啊，他说这个虽然这个可能没有用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火种不能熄。火种不熄，只要火还在，只要光还在，有一天一定会烧起来。是。这不是没有用，多有用啊！非常有用。你看看孤立了多少人呐！然后你知道共产党们都又气又恨又怕，吓死他们了。他们觉得你们怎么就弄不死你们呢？怎么你们就这么打不败呢？我估计袁家军都上不了天安门城楼了，这是吧？你看，你这一举动，这已经是震惊世界啊！全都在看着，在中国那么控制的严厉之下，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惊天地泣鬼神，怎么能说没用呢？做的太棒了哈！然后在这儿呢，我们是祝这位朋友一路平安，安全的呢就来到自由的世界。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采访您哈，联系我们哦。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呢去把这个消息呢跟大家讲。刚才我们在讲呢，就是这个 link 哈。神盾的这个 link 已在下面了。如果说我是在海外不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呢去赞助哈。你说写封信，我买了之后呢，你把这个东西呢送给你国内的朋友，或者你帮助赞助。你说方伟、高杰，我想把这个呢，我赞助这么一个 link，你去送国内5个人也可以，咱们一起呢去帮助，让更多的国内的人去翻墙，看到真相，让这些人明白了之后。真的就再回不去了，就这么简单。人明白了，从那种糊涂状态一明白过来，你再让他糊涂过去，不可能。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心路历程，是吧？好了，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点击订阅，摁下小铃铛。那我们就下周2再见，是吧？下周二，好。除非啊，这天如果下周2之前突然发生一件巨大的紧急事件，我们回到这个频道，我们一定在最第一时间去给大家呢去报道这些热点话题。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石山、方伟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好，谢谢大家，下次再见。